回去。老师傅，哎，下周见啊！那你慢点啊。还有，我钥匙哎，钥匙不见了，会不会掉车上了？没有啊，刚刚车上找啊，都没有啊。那你一般下车后都把钥匙放哪？我不会放。哎呀，坏！刚刚在车头里头换了对泥，放在车头里头了。哎呦，这得把全车都换下来找哎，那就可麻烦了。今天来不及找了，明天就麻烦你们了啊。那没问题，明天我叫他们2个帮忙找，找完了再把货装回去。感谢。那你今天晚上怎么办？找车的货肯定找不了了，那我就在车上凑合一个晚上吧。行，我先带他们回去了。说丢钥匙这招是你安排的？如果现在就让邵师傅在监狱门口候着，一定会让哨兵们生疑，所以我就让他在监狱里等着，让他晚上时刻关注着办公楼楼顶的动静，一旦看到信号，就跟大家说他钥匙找到了，然后再开车出狱，直接到湖边接应我们，这样就不会让哨兵再产生警惕感了。
这通风管道四通八达，连接着大楼内所有的监视，就像是一个传音喇叭。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任何一点动静都有可能惊醒犯人。我们的第一站目标是通风竖脊，位于楼道的墙体后面，我们监视距离楼梯道不远。这边。在转过一个直角弯之后，就进入了4楼的通风干管。通风竖井已经近在眼前，424监视在这栋楼的顶层，所以通风管道离楼顶的出口非常近。往哪儿走？往西边走。这个角是看到灯草色的盲区，让我从这里下去，把布条都系起来。活着，这样可以了吗？没问题。就是这个人手上。同志，
到了！妈的，我们到哪儿了？应该是办公楼前的东南角。我们再从这井口往外爬，再往北跑20米左右，就能到主楼脚下。在那应该能找到消防风口。我们再从消防风口潜进主楼地下室去。我操，这听起来挺容易的。看来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那可不一定，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上面的情况，说不定打开井盖，有巡逻的警卫呢。醉都醉了，哪怕这样的，赌也要赌一次。我可不想从这个臭粪坑再爬回去。眼镜啊，你先上。好，来，我先上啊，你们跟紧点。慢点儿。我先出去，你们跟上。等等，你确定这里是监控死角吗？没事，我出去装货的时候观察过。来。薛天呢？别管他，他死不了。对，我是死不了。出口楼梯在哪儿？应该在那边。这里不用你带路了，你跟在我后面吧。山，找个家伙给他开了。比哥，我来。喂！哎，你在干嘛？他们两个作恶多端，你难道真的想带他们一起出去啊？快把他们一起拖到那边绑上，等他们醒了就麻烦了。快！哦，往那边去。行了，走吧。走去哪里啊？上楼啊，锁不是开了吗？不能出去。为什么？因为张海峰正在楼上，他在值班。那又怎么样？只要我们小心一点。别触发楼梯间的声控电灯，摄像头就拍不到任何东西。就算张海峰瞪着监控，他也看不到我们呢。张海峰从来不会在星期五的时候来值班的，因为他要接孩子回家。可偏偏今天，竟然要留下来值班了，这是不是太巧了？不巧，张天阳这周末要参加模拟考试，张海峰特别调了班表，这很正常啊。可如果他要知道我们要越狱的话，他会怎么做？啊？我猜他一定会拿着一把枪等着我。人会在哪儿呢？管教是不能持枪进入监区的，那肯定就是在办公区。可是办公区处处都有监控，他也不行。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楼顶。如果他知道我们越狱的路线的话，
在楼顶伏击我们是最合适的，到时候还可以编一个特别漂亮的谎言。他就说他在值班室听见楼梯间有响声，于是一路追到楼顶，发现正在越狱的逃犯。他在抓捕过程中，逃犯武力拒捕，所以他只能开枪打死那个最危险的逃犯薛天。在说什么啊？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要越狱？更别说知道我们的逃狱计划。难道你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干嘛告诉他？因为你也想杀我，这就是你来监狱的真正目的。你是邓华的人，你来这儿就是为了杀我，越狱就是个陷阱。你胡说八道！亏你煞费苦心来靠近我，拉了我。你的开局非常完美，完美的让我差点就相信你。完美的事物都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真实。那天晚上，我向你求证邓华是不是死了，还记得你怎么跟我说的吗？龙宇集团董事长邓华，你知不知道？说。听说有个网络上有名的杀手叫达克，给他下了死亡通知单，然后在后期大厅把他杀了。当时射杀邓华的那个人是韩浩，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开这桩案子。你是怎么知道的？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是死在了机场？还有，小顺是你杀的。是，小顺是黑仔杀死的。那是你的栽赃。铅笔在厕所，只有黑仔办得到。别人都以为黑仔把铅笔藏在了厕所，只有我知道不是那样。因为那天解散以后，我就去查了厕所，并没有查到那支铅笔。所以说，笔是你藏起来的。你硬要说是我藏的，那我问你，我把笔藏哪？非常好说，舌头下面、耳朵里，哪儿都可以藏。你偷了黑仔的铅笔，把它刨成了一个不到2厘米的铅笔头。以你这种玩铅笔的手法，把这么小的铅笔头藏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易如反掌。既然丢了一支铅笔，又出现了另一支铅笔，这让人难免会认为出现的铅笔就是之前丢了的这一支。你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逻辑思维的定式，先偷笔后杀人。咬铅笔是你多长时间形成的习惯啊？等一下，这铅笔怎么回事啊？啊！其实你每天早晨都在进行一项置换工程，把一个小的铅笔头换成一支完整的长的铅笔，
当你的置换工程开始的第1天，你需要领到一支4厘米的铅笔。这2支的长度误差属于正常消耗。小顺和黑仔被关进去有10天，这10天足够你长出1整支长铅笔。当你的置换工程完成之后，你就把这支铅笔藏在了厕所里，随时备用。小顺和我关系这么好，我干嘛杀他？小顺要是跟你关系不好，他也不会死。在我们监视里，小顺其实是最不该死的。有一天晚上，小顺被黑仔给惹急了。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林哥，您就给志远一个面子，放手的一马吧！啊，放我了！你让我给他面子啊？告诉你，我他妈谁的面子都不给。英哥，当时你一定气坏了。你作为一个监视的老大，你凭什么要给这个小子面子？但是你怎么不想一想，小顺可能平白无故的这么跟你说话吗？而你黄文志，你当时竟然迫不及待的把他的嘴给堵上了，这完全不是你的作风，所以不得不让我起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小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对你的态度？这个时候，小顺已经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你为了保守秘密，只能哄着他，甚至为了他和黑仔干了一仗。从那以后，小顺自认为抱了棵大树，可是，在你心里，他却是一颗不定时炸弹。他时时刻刻都在惹是生非，他恨不得在整个监区里大声地宣布。眼睛是个大人物，我是他最贴心的小弟。这就是你要杀他的动机。不过还有一点我不清楚啊，他是怎么发现你的真实身份的？都是因为那次探访。这个你江湖地位不低，又知道邓华死亡的真相，你就是邓华的人，没错吧？不错，我就是来给邓总报仇的。今天就算我粉身碎骨，也要跟你同归于尽。所以你就忽悠我越狱？哎，对不起，我没那么蠢。还有你之前费尽心思做的那支铅笔啊，本来应该是招呼在我身上的吧？要杀就杀，哪那么多废话？不过在那之前，我还是要感谢你一下，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来。不过接下来的路，只有我一个人走了。不可能，你不可能出去的，根本就没有能够实现的越狱计划。就算你干掉张海峰，你也拆不掉那只旗杆。什么荡秋千越狱，都是我乱编的。你怎么出去？你怎么出去？我根本没有打算要从上面走，我有我自己的计划。你放屁！你跑不出去的，你会被哨兵给打死。
我会坐邵师傅的车出去。你应该知道，邵师傅正在卸货区等着我。异想天开啊！所有车辆在出监狱前都要经过红外线设备的热源扫描。想出去啊，除非你是个没有温度的尸体。邵师傅已经在他那辆车的发动机下面焊了个铁箱子，我会躲在那个铁箱子里，发动机的热源会把我的体温给盖住，热源扫描是看不到我的。唉，车也热得差不多了，我该走了。我既然敢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们，我就有十足的把握。你们是破坏不了我的计划的，因为你们全都有罪。妈的，这个家伙！妈的，干！这妈的！你不需要说话，你的罪行无可辩驳。沈建平，1998年离开中国，加入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团伙，罪行累累。这个判决应该没有异议吧？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你愿意跟我说实话，也许我会给你一个机会。第一理由告诉你，你不该杀了小帅，你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只是个罪犯，你凭什么用他的死来惩罚我？啊！
回事？雪天呢？老师傅开上马上起。快去吹醒他！有人越狱了，全面封锁！我是203号房张天阳的父亲。对，麻烦你们请人去保护他。我没有亲自到场的话，绝对不可以开门，听到没有？绝对不可以开门！干嘛呢？头盔惹你了呀？别提了，我都快被气炸了。是谁这么治得了你啊？看来也不是一般人啊！你把老子喝死了！谁呀？我帮你。那个臭老头老顽固，从来都不肯听别人的意见。我早就说过，我天生就和摩羯座的人不合。看上这样的老爸，我真倒了血霉了我。他到底怎么着你了？我过2天跆拳道黑带4段，那个老顽固居然说什么表彰会，哎，学什么是人，我就不是人了是吗？是呢。哎，哎，你什么意思啊？罗非呢？上班时间居然旷工，我10几万，我什么时候能给我输了。前辈，承让。年轻有为啊！我只是靠背棋谱，锻炼记忆力。还是年轻好，我不得不服老。你们是赶上好时代了。原来我们跑断腿都查不了的案子，现在你们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哎，听说112碎尸案也是你们专案组破的。这个案子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这个案子，你不应该再留下遗憾了。92年，一个高中女教师被她的同事杀害了，凶手孟一凡就是孟云的父亲。
孟云的父亲孟一凡，在1992年杀害了本校女教师施然，被判处死刑，众口铄金。当时他还带着2个孩子。1年后，他的妻子积劳成疾，也一同去了。孟云和孟涵分别由2个不同的家庭所领养。这也是我能查到的全部的资料。其他呢？其他，他还跟你说了些什么？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父亲的事情。据我所知，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廖建梅，我想知道真相。孟一凡不是凶手，真正的杀人凶手现在还逍遥法外呢。为什么您一直在追查20年前的案子？我跟你一样，我在乎真相。就算是惊天动地的大案，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人遗忘。那些怀疑和痛苦，不应该让当事人去承受，那是我们警察的责任。案子的前因后果就是这样，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20年前的案子，而且已经结了，你为什么想翻？作案动机也说得过去。你们看，情杀，资料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凶手和同校女教师保持着非正常的男女关系。晚上2个人约在了校长室见面，一言不合，孟云他爹就把人家追到了校长室门口，2刀捅死。要命的中年危机啊！飞哥，这个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疑点啊，但是廖警官为什么一口咬定说凶手另有其人呢？你们都觉得这案子没有问题啊？我是没看出来。我们看一下目击者校门卫沈卫国的口供啊，他说，1992年4月9日晚上9点40分，沈卫国看见施然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被害者，来到学校。10点10分，沈卫国开始和往常一样在学校里面巡逻。10点20分，沈卫国在校长室门外楼梯口无意中亲眼目睹孟一凡杀死施然的那一刻。这里就有问题。你说这凶手是不是傻？他要是真和自己小情人分手，怎么会选在学校这种地方？这根本就说不通嘛，太明显了。这不是重点，这你把孟一凡的口供读一下。他说我和他好了近1年的时间，逢场作戏。那女人竟然当真了，我有校长室的钥匙，所以在那里见面很安全。施然威胁我，要我和妻子离婚，不然就公开。这可不行，我还有2个孩子呢。那女人开始嚷嚷，说要让我身败名裂，我就用裁纸刀，那是刚刚从校长室拿的，捅了那女人2下。我也没想往哪儿捅，只是希望她快点死。直到我冷静下来，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我不敢自首，
我决定逃跑。但在这之前，我把刀扔进了河里，洗了个脸，因为我要回家和我的孩子们告别。人民教师就是说的不一样啊，口供说的都那么情感真挚、逻辑清晰的。施然死于失血过多，胸口和腹部各有1道伤口，跟口供也对得上啊。读一下沈卫国的证词。我只是个看门的，那天正好轮到我值夜班。那段时间老听说有学生不回家，半夜留在教室里干坏事儿，所以我每隔2个小时就去教学楼逛一趟。我刚到走廊，就看见孟老师捅了施老师2下，一下在胸口，一下在肚子上，我吓得魂儿都飞了。剑，你重复一下沈卫国说他见到孟一凡杀人时的情景。他说他看见孟老师右手拿着个什么，连着捅了施老师2下，一个在胸口，还有一个在肚子那儿。哎，尸检报告关于伤口怎么说的？从伤口右侧插入，刀锋往左1处靠近心脏，1处靠近腹部。那这个沈卫国说的挺清楚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太清楚了。沈卫国处的位置，从镜子中最多只能看到案发的情况，但绝对看不到刀是怎么刺进去的。如果说他千真万确地看到了刀刺入的具体位置，那么他只有可能在孟一凡的右侧，也就是这里。他是看到了作案过程，但是他在自己身处的位置上撒了谎。对不起，重来吧，我刚刚那个感觉不太好，再用力一点。孤寂跨过了生命，死亡化成了尘埃。别把老子喝死！有谁在等待？我帮你。那个死老头子，就我们家那个臭老头。让我来一遍吧。我10级报告什么时候能给我啊？对，我他妈的，要不然。啊！你们看啊，就算他看到，但是他绝对看不到他是怎么刺进去刀的具体位置，看不清楚。再重复一下，沈卫国说当时看到吴亦凡杀人的剧情。如果说他千真万确看到了他动刀的位置，那么他只有可能在。是谁在等待脆弱花开？也是这里。孤寂跨过了生命，死亡化成了尘埃。对不起，我刚才又吃到反了。最无盛开。他是看到了犯案的过程，但是他在自己身处的位置上撒了谎。反常话，是谁在等待脆弱花开？孤寂跨过。人家每次问这个，我想打你。死亡化成了尘埃。有谁在等待最无盛开？是爱你一个梦，梦只会醒来。